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卤鸭的食谱。看完这一集影片，你就能轻轻松松煮出好吃的卤鸭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一开始我们先来准备食材，我们把蒜米红葱给剁碎。这个蒜米红葱要用多少，你们个人喜欢哦，放的越多就越香越好吃。南姜我们把它去了皮，洗干净过后，把它切成一片一片。接着我们再用死臼把这个南姜捣烂。捣烂后，我们要把南姜的水挤掉，我们只要用到它的渣，它的水我们不要的。这个南姜我们要捣得越烂越好，不然等下卤鸭煮出来会有很多粗粗的渣。因为这个渣我们煮好后是没有拿起的，会和卤鸭一起吃。如果没有把南姜的汁挤掉的话，煮出来的卤鸭会有苦涩的口感。如果你们喜欢吃卤蛋的话，你们也可以煮几粒全熟的水煮蛋，拔了壳，等下放去和卤鸭一起卤。这个水煮蛋的分量你们个人喜欢哦，你们要煮几粒都可以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卤鸭所需要的材料。今天我用了鸭全腿1公斤，清水1800 ml， 蒜米红葱20克，南姜的渣30克，五香粉1茶匙，黑酱油3汤匙，盐半茶匙，椰糖50克，水煮蛋4粒。我们在锅里放了一点油，然后把蒜米红葱倒下去爆香。当蒜米红葱炒到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南姜的渣倒下去，然后继续的炒，把它们都炒香。当我们把南姜的渣也炒到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鸭腿倒下去。我们要把鸭腿炒一炒，煎一煎，可以把它的皮稍微的煎到有一点焦香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五香粉倒下去，把它炒一炒，炒均匀过后，我们也可以把黑酱油倒下去。我们要让这个鸭腿上色。上色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加入清水，不然这个黑酱油会烧焦的哦。我们可以开大火，让这个汤汁煮滚。当我们的汤汁已经煮滚后，我们就可以盖上锅盖，把火转去小火，让它慢慢的焖煮1个小时。当我们焖煮了15分钟左右，我们可以打开锅盖，翻动一下鸭腿。大家记得时不时都可以打开锅盖，翻动一下鸭腿，顺便看一下那个汤汁足不足够。如果想要卤蛋卤得比较入味，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水煮蛋放下去，让它和鸭腿慢慢的焖煮，让它入味。我们可以盖上锅盖，让它继续的焖煮。不知不觉又煮了半个小时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椰糖还有盐倒下去。这个时候的鸭腿熟是一定熟了，
就看是不是你们要的软度。如果觉得还是不够软，我们又盖上锅盖，继续的焖煮。不过要注意哦，不要焖煮太久，因为椰糖放下去过后，很快汤汁就会收干了，就会变浓稠了。又焖煮了15分钟，哇，很明显已经可以出锅了。你们可以试一下味道，看一下适不适合你们的口味。先告诉你们哦，这个卤鸭是偏甜的。如果觉得味道 OK， 可以了，汤汁的浓稠度也可以了，鸭腿的软度也可以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关火上碟了。同样的，还是要先听温馨提示。南姜一定要去皮，捣烂，挤干水分。我们只要南姜的渣，不要它的汁。如果没有把南姜的汁挤掉，卤鸭煮出来就会有苦涩味，不好吃。没有椰糖，你们也可以用其他的糖来取代哦，白糖、黄糖、红糖、冰糖、亚大糖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焖煮的时间你们可以自行调整，就看你们要吃的鸭肉有多软多硬咯。如果鸭肉已经够软了，可是汤汁还很多，你们可以先把鸭肉拿起，然后才把汤汁收干。汤汁的浓稠度你们也要自己拿捏哦。如果不想汤汁太浓稠，就不要煮到那么干哦。不过我是觉得浓稠一点会比较好吃，它比较可以挂在鸭肉上。下课，吃卤鸭喽！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卤鸭。我今天选用的是鸭全腿。哎呦，一人拿一只大鸭腿，过瘾哦！卤鸭是一道深受欢迎的传统卤味佳肴，选用整只鸭或鸭块、鸭腿，加入各种调味料，小火慢卤而成。卤制过程中，鸭肉充分吸收卤汁的香气，肉汁鲜嫩入味，皮色红亮油润，香而不腻。卤鸭既可热食，也可冷切，常作为家常菜、宴客菜或节庆食品。在新年或喜庆场合，卤鸭象征着丰盛富足、吉祥如意、团圆美满，寓意新的一年生活有滋有味，福气满满。今天这个卤鸭是属于偏甜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甜味的卤鸭，我就特别爱。拿一碗白饭淋这个卤汁，哇，一流哦！2碗白饭没问题。这个卤鸭已经卤到非常的软嫩了，我已经卤了1个小时。如果你们不喜欢太软的，你们就自己调整卤的时间咯。今天的卤鸭成功！大家对我们今天的分享满意吗？满意的话，请帮忙点一个赞哦！还有多多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出去，给你们的亲戚朋友。分享食谱与美食，轻松在家做料理。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出美味料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别忘了帮我们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！谢谢大家。